也许你花钱买得到的东西有一些非常珍贵，可是世界上真正珍贵的东西是花钱买不到的，是独一无二的。比方说像小 S 这样的人。那我是不是也得回说蔡康永也是独一无二的？你要不要试试看？有另外一个蔡康永吗？那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录的节目是什么吗？啊，你们不知道你们在看什么节目啊？哦，让我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在看《花花万物2》。《花花万物》第2季，本节目是由阿里巴巴旗下让闲置有起来的超厉害 APP 闲鱼独家冠名播出，专业修复贴心呵护。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国品之光富尔佳赞助播出。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赞助者，让我们可以做花花物，然后在这一季当中，我们能够陪着大家一起看到好多人的家里面，我们真的对别人的家很有兴趣。是，所以我们派出的代表是奶茶同学，他要替我们去拍摄别人的家。我叫做奶茶，然后现在是 Black Ace 的队长。所以你同时是男团的成员，同时是助理主持。对。那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也倒不会啦。那你站起来，你站去那边让他做啊！哎，拜托我的地位，我是独一无二的。假客套什么？在这一次的《花花万物2》当中，我们请到了独一无二的来宾，这位真的让小 S 都眼睛为之一亮。其实也是客套话了。真的吗？嗯。他出场会对你构成威胁吧？没有人。没有人。真的，你现在还有这个气势？呀！你等一下敢跟他握手？怎么样？他手里面是有装电极器还是什么？不是，因为你离开你的座位跟他握手的话，你就会被观众看到你跟他站在一起，不管是高度还是腿的粗细。你要搞清楚，我是生了3个孩子的女人。对吧？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穿高跟鞋，因为我本来是穿拖鞋的，最近脚肿得厉害。不要这么家庭主妇我。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请跟我一起欢迎郑爽小姐。亲我手啊，亲我手啊！你到那远方去，大家看到我们，来到外面拍到我们2个的差别。哎，你没有差，你好，你高度没有差太多哎。欢迎你。他腿比你细耶。可是若以人类的那个视野来看的话，你觉得他的细是合理的细吗？不管合不合理，就很好看啊。可是你看我是浓纤，你很合理啊。我是浓纤合度哎，你不觉得你太瘦了吗？就是因为在拍戏的时候啊，所以你是刻意减肥吧？对。你刚才那个嘴巴是什么意思？就是啊，我是不用刻意减肥啦，我就是靠运动啊，还有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就维持现在好的状态。徐弟弟，他比赞的时候他会耸肩哦。我也会啊。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请坐，请坐。谢谢。而且你干嘛故意穿学生制服啊？不然嘞？就显小啊。显小？所以你就是存心要来跟我比较的，是不是？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一开始姿态摆这么低，你今天会饶了他是不是？饶了他什么？就是不要问他为难的问题。当然不会啊。郑爽呢，这一次让我们拍到的是他还没有真正搬进去的家的替代品。因为他真正的家呢，装潢了2年都没有装潢好。所以你是希望那个家被装潢成什么样子？就我曾经异想天开，有那个效果图来着吧。我曾经想把那个就是什么种的那种树林放在家里面，然后用玻璃隔离上，我觉得那样多好呀。但我爸就是皱个眉头那样子，特别的不接受。他想法太多了，烦了。所以只是卡在这个玻璃屋上面，是不是？就因为我其实是有点极简的风格，但是我爸爸妈妈喜欢那种就欧式的呀，然后华丽有水晶吊灯那种。对，然后就这个就纠结了很长时间，后来就说分开吧，就是我爸妈住我爸妈的那一个区域，我住我的区域。
哦，所以你每天都会见到他们。对，因为我希望跟爸爸妈妈一起，虽然有的时候妈妈唠叨自己啊，有点心烦，但还是会觉得在一起挺温馨的。所以妈妈比较啰嗦还是爸爸？就他们都看我眼色，还是怕你就对了。弟弟，嗯，你有给你婆婆看过眼色吗？没有，我都还是会礼貌性的回答，但是现在我会说，好了妈，我知道了，可以这样我会有讲啊手势了。你真的很过分哎，手势很过分。手势很过分吗？你要想有一天你女儿如果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你当然觉得自己话太多了。可是如果她说，你会受伤。我觉得刚刚 give me five。所以我们这一次拍到的郑爽的住的地方呢，是她住了一阵子的，是酒店公寓吧？嗯，对的。住了多久了？住了有半年吧。对，算是留下了一些生活痕迹。嗯，因为我们去拍了她家，然后我真的好惊讶，她让我们拍这么多东西，她连还没有拆开的送来的快递都让我们拍耶。可是重点是没拆开，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所以你从来没有买过你觉得丢脸的东西，不能让人家看见的。这种我觉得谁都有丢脸的那一面吧。你最丢脸的一面是哪里？不知道啊，让我们看看视频吧。所以你真的有做过实验哦？有啊，特别喜欢做这种实验。我只是对这个好奇，然后会觉得哇，原来生活中这么多东西原来是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讲一个实验，我们听听看好不好？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已经有做口红的设备。对，讲一些轻松的吧。讲一些轻松的。你说你有很严重的实验吗？没有严重的，只是把我们家电路给烧坏了。就是其实是一种那个电波，特斯拉。对，是有那种电波，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很好玩，然后就想自己做那个就是灯泡那个球，就是你一摸它就是发电了那种球，就是给它通电的时候就把那个电路板给烧坏了，好像崩了一下，就把我手真的崩糊了，崩成黑色的了，然后我以后就不太敢做电的试验了。我想说真的是有点危险的。你当时为什么要做呢？只是觉得好玩。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参加这就是铁甲的那个比赛吧，他们都有研究机器人什么的，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玩就突然对电路感兴趣了。所以你只要是觉得好奇它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东西，你都要实验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会觉得很神奇，而且很少有人去就是说真的去研究这个方面呀，这样子。所以你有真的实验成功的事吗？有啊，有过。他等一下会展示给你看一个东西。好，你这辈子擦这么多保养品跟化妆品，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制作，对不对？嗯，你的求知精神呢？没有啊。好诚实哦。所以那就是一个有求知精神的人呢、他想知道世界上事情发生的原因。那是因为他没有小孩 ，OK？ 我回去还要应付3个小孩，还有公婆，可以跟小孩一起学习。他连教小孩做家庭作业都快要发疯。跟小孩一起学习，就是完全会让亲子关系破裂最大的主因。算了，等到你以后有小孩再聊了。我看他这个仙女气息，他可能罩得住就用一些很缥缈的方法照顾小孩，是不是？你有可能大吼吗？就说不要烦我，我现在正在做实验。会啊。对谁吼？就我都生气的时候，对妈妈爸爸会有，比如说他们把我某样东西丢了，我不想让他丢的时候，就会大吼啊。你刚刚有一瓶那个矿泉水，然后它主打什么？就因为我好奇它为什么卖这么贵，然后包括市面上喝的水，其实它的制作成本也很便宜，但是它却可以盈利这么多。我们现在是在聊生意经吗？因为我很惊讶听到他说出来水的成本，就是很少人会聊成本啊。所以我想说，他为什么会有人买这个水？看完之后就退掉了，然后说哦，原来长这个样子，就满足了。所以其他那些水是你真的要喝的，是不是？不一定吧，就看一看，好奇。有个是带电的水，就是说在触到瓶的第一口会触电。真的假的？那个应该有，你可以试一下。你有带来吗？有。让我们看一下你带来什么来。
第一口价格就38，然后之后就开始说正常的水的味道了。我居然没有被电到哎！有被电到吗？没有，没有。我买到假货了吗？没有。你喝喝看，你喝喝看。你演技哎，你的演技很浮夸哎，没有被电到对吧？你们有点尝试好不好？一个塑胶瓶用扭的就打开了，为什么会被电到？因为他可能买错了。你买错，那可能是被不能啊。哎，其实你智商是不高啊，可能是不是很高。好了，我来喝一下苦的水，总不会骗人了吧？好会演哦！不是真的，真的很苦吗？不可能，你喝喝看，哪有苦的水？你自己喝。你喝喝看，你喝喝看，你真没买错。哦，真的是苦的，对，真的是苦的，回味都是苦的。为什么有苦的水？它是要促进健康吗？还是干嘛？嗯，好像是说这样子。健爽，如果没有我们节目，你就自己在家里面默默的尝试这些水吗？不，因为这些这都是有销量的，而且这些的销量都不错。我就是想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会买这些东西。我想说自己能不能以后会自己的公司啊出一些水啊，可爱的。所以，亲爱的，他所买的这些水是去还是留？我决定。去吧。你有一次权利可以任性的保留否决徐熙娣的决定，所以这次你有要留这些水，还是让他走？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isn't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into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家里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女生，好像充满了生活乐趣。所以你希望家里有一个女生时不时的做实验给你看，是不是？因为这样她就不会来烦我啊，她就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你就不要有这个人的话，不是更轻松吗？也对。对啊，不然他做实验，你还得说哇辛苦了哦，原来是这样啊，还得跟他做一点反应。所以你做实验的时候是自己就好了，一个人就好了，对，不需要男朋友陪在旁边说哇当然好厉害哦。当然不用。所以你实验如果成功的话，会说你看我真的做出来口红了耶。因为我觉得就是让我喜悦的点说，哇，原来这么便宜就可以制作一支口红，原来口红的成本是这样子，以后可以有的赚了，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希望以后就是成为化妆品的制造商，是不是？没有，我就是因为很羡慕那些人，就是说天天感觉他们就是真的是可以躺着挣钱，口红卖那么贵，成本也很便宜，但是我可以卖上几百上百。可是躺久了对脊椎不好哎，就是是一种形容方式了，我觉得。I know。口红好了，哦，来，请稍等啊。你现在要见证到化学家的诞生时刻了，他的口红真的做出来。哦，出来就这样子了，很像真的口红啊。它应该就是真的口红吧？这样，但你不要试嘴上就好了。我试手上。哎，给镜头看一下，真的有，这是橘色哎，成功了。所以不能擦在嘴上吗？我觉得不要擦，我不建议你擦。还你，还给我好了。哎，很厉害耶，这么短时间就完成了。对，你听郑爽这样讲，好像觉得他很在意赚钱这件事，可是他有一个很惊奇的习惯，就是他不喜欢接他不了解的商业代言，所以有很多化妆品、保养品或者是吃的喝的找你代言，你推掉了。因为我会觉得，其实他们挣的钱也都是从消费者的口袋里面去挣的这些所有的利润，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它的
成分如何？对对，它到底有没有真正对得起消费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可以先试用啊，如果真的没问题的话，代言也没差吧？那我想说，这个机会为何不留给自己呢？就你要自己制作那个产品，是不是？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干嘛提这一点？就是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呐、我也是啊。你什么代言都接啊， No， 我一定要是好的产品我才代你推言。掉过 Of course， 推掉过很多。老人麦片吗？所以他呢就很妙，他买这些贵的东西呢是为了要研究它，然后他对很多东西觉得不值那么多钱，所以自己来做做看，然后就当成生意的立场来考虑它。是。刚才那一箱从事化学实验用的瓶瓶罐罐仪器，请问你觉得去还是留？我觉得哇，原来这么便宜就可以制作一支口红。留吗？你现在是赌气，你自己要做吗？不是，因为他口口就是从头到尾，他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关于成本，然后未来他要自己什么发展研发，所以那一项东西对他来说应该很重他用要吧得？上。对啊。OK，S 还是蛮尊重研发的精神的。鞋子有没有少啊？鞋子就很少呀。那红高跟是你自己买的吗？对啊，200多买的。因为那红高跟还蛮丑的。是吗？因为配了一件衣服要买的。所以其实你上节目是喜欢穿这种类型的，是不是？就是比较轻松的少女感的服饰。哦，对，因为现在毕竟28了。毕竟28了。什么？你28为什么前面要加毕竟？就因为在娱乐圈28，我觉得不应该算是小年龄吧。所以你是觉得说到无意冒犯到几岁的时候，应该就是要自动消失在演艺圈？你不要打扰我，这题真的很想问。没有，演员和主持人不一样。可是因刚好我也想要我懂，就是演员要年轻，可主持人可以非常老。我觉得你心理建设要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请来的每一位明星，可能都是这个青春年华，你都要这么备受打击吗？我没有青春年华了，在我看来，因为我自己这会触动到你吗？因为连28都很生气，我们后面还有22、21的。没关系，以后那个艺人名单我会彻底的过滤一下。我们只请60岁的吗？你真的在这样想啊？可是你没有给人家任何，你就是少女啊，你何必在乎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其实真的在演艺圈挺累的，因为像就是 S 真的我非常佩服他，就是对，过了几10年，你到底还要设多少冷箭你才高兴？我现在完全认清你了，就是一个假少女，其实心机非常重。没有。我们刚刚是因为聊高跟鞋才聊到这件事的嘛？是，对，因为刚刚他不但问了你高跟鞋，而且还攻击了你选鞋子的品味。没关系啊，当然没关系了。所以说你品味不好这件事会惹毛你吗？不会，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都没关系，我跟你们在一起就会心情很好。可是我心情没有很好是真的不好吗？假的啦，假的啦。哦，那吓死我，因为我会自责的。其实说真的，我也不是那么 care 啦，因为毕竟我觉得。
心机的人。我觉得她的衣服还算是有品味，反而是那个奶茶刚刚拿出来说最显少女味的那件，反而是最丑的一件。那个是为了节目穿一下。所以你平常喜欢穿的比较生活化，因为在剧组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又要梳那个头发嘛，那有的时候领口这个地方也要宽松一点，就比较好脱，比较好换。可是这应该是因为你临时住的地方，所以衣服才那么少吧？但平时自己的衣服也不多，其实。你靠着这几件衣服可以撑多久？因为其实之前真的是一件衣服，我就可以穿1个星期到2个星期那种一件衣服。你说不洗的状况之下吗？不是，就是轮流着这样子。你不喜欢费心搭配？因为其实演戏的时候已经挺费心的了，而且到时候也要穿一些可能你自己并不会觉得那么舒适的衣服，然后就是想让自己就不拍戏的时候尽量的让自己就是放空一些，舒适一些，这样。可是我今天分明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你穿了一件小露肚脐的衣服啊。就是因为粉丝想要你这样子，他们会觉得这样好看，而且你是说粉丝会留言说我要看你的肚脐，我要看你的肚脐啊？但是大家就想说要看裙子这种。
机里的看一看，好漂亮，谢谢。衣服还可以这样的。幸会幸会啊！您今天穿的也特别的抢眼。哦，谢谢谢谢。请坐。我坐这吧。好，我们把郑爽妈咪请出来呢。第一个非常感谢她愿意拨冗光临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刚才聊到了红色的床组，以及一件当初你婚礼穿的洋装吗？对，我叫它小天鹅裙儿。小天鹅裙。其实它是我的一个少女梦，我就一直留着。我少女的时候就特别流行这样的小公主裙儿、天鹅裙儿，然后没事就让她看一看，就总是希望她将来也是按照这个方向来打扮。觉得她穿的太不少女了。有点。对，妈妈，你送了一套那个红被子给她啊？那一套红被子有特殊的原因吗？也没有，因为我就觉得特别好看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观念就应该打破，不是说最好的东西非得要等到结婚的时候。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就希望它也马上能用上。可是它那个款式，如果放在他现在的房间，不会觉得太成熟吗？我不会这么觉得，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很温馨，因为这个是妈妈对我的爱。对，我会觉得就是那种爱，你会觉得有人时刻惦记你，然后你也会觉得很温暖，就那种感觉非常好，并不是在乎他的长相，因为我的家也没有谁参观，只有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温暖，这个感觉非常重要。你用了吗？我当然没有用了。那你刚才讲那段话是什么意思？他真的防得很严是很难摆布的人你有看到她男朋友送她的那件羽绒服吗？看到过。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好看？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就看一看就可以了，就穿上好像不太舒服。就根本就不需要穿到身上，是不是？差不多，反正是有代沟的嘛。要是我，肯定我不会买那样的。所以关于她交什么样的男朋友，你会给她意见吗？会给她意见。你心目中希望她的男朋友是哪一类型的？没类型，我觉得现在就是他幸福，他快乐，这个就是最好的类型。所以她现在的男友你看得顺眼吗？挺顺眼的呀。他等下如果跟你们坐在一块儿，你会很尴尬吗？不尴尬。你们已经见过了？见过呀。很熟吗？还好，因为我这个人属于没有陌生感的人，所以跟谁见面都不会尴尬。没有陌生感。我要看看我们能够找到他哈。是那个坐我们正对面那个吗？你分明就是很想上台嘛，你一个人坐在那儿干嘛？哎，张恒过来吧。你人都来了，不，哎，你要去哪？他要逃走吗？哎，快把门关起来！你不要逼他啊！远远的看的样子，好像还蛮正常的。你在家里头的时候，如果有想讲的话，是跟妈妈讲比较多。就我们都是聊工作之外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聊工作就会触及到我心情，不一定碰哪根弦就碰到了，所以他们一般都不敢跟我聊工作。我现在是越来越了解他了，就是工作是他的死穴，不能聊。对，这个工作其实他累不怕，但有一些压力大嘛。所以如果不小心聊到，你会生气吗？会，就是说你干嘛聊这个，是不是？肯定是会有这样的一面的。我妈妈知道应该。对吧？对，因为我妈一般不会出我这根弦儿，我爸会。聊这种还是你那么沉重呢？你别说了吧。他爸就属于看不出眉眼高低。包括你的眉眼高低，他也看不出吗？看不出。所以就算你跟他使眼色说不要聊不要聊，他还是看不懂，是不是？他是有点这样的。比方说，如果在网络上面得到了一些别人对你的评论，你会去跟妈妈讲说，就这事情很难熬过去，或者是不会讲，然后也不会通电话，近一段时间可能好几个月都不通电话。就是他高兴不高兴就不用发微信，不用打电话，我是能感觉到的。就是那一阵子先不要惹他。对呀，
然后就发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发一些小可爱的图片啊，有一些是早间问候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可爱的那种图片啊，早上好啊，怎么的，两个小可爱抱在一起呀、就是。所以郑爽收到这个 OK 吗？对啊，我就会突然觉得就是很接地气的感觉。不会想删掉？不会，我会觉得很温暖这种东西，因为这才是可能老百姓拥有的一些生活，或者是认为美好的东西。你最近有看到妈妈然后落泪过吗？想偷偷的哭那种，因为我觉得哭其实是个挺丢人的事情。哭，因为我妈妈告诉我，就说你如果哭的话，我会更伤心，所以我就记住这句话，所以我一般我就不会告诉我妈，也不会哭。嗯，好，我请问你啊，女儿这么在乎每个东西的成本，以及很愿意构想怎么做生意赚钱，这个是遗传自你吗？有一些东西是天性，我觉得她从小的梦想就愿意当个老板。所以其实你老板梦真的还蛮强的耶。对啊，我很喜欢经营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郑爽如果一开始就选择了从商，然后也有机会就是开公司做生意赚钱，错过了当演员这一整段，没关系吗？没关系啊，因为其实我不太会想，就是如果怎么样，因为没有如果。对，就发生了的事情就是接受它。所以现在被人家黑，你会看淡这一切？我不会看淡一切，我会用选择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所以你会告那些人吗？因为我挺记仇的，会告。你男友喜欢你擦什么颜色的口红啊？其实你智商是不高啊，现任男友品味是不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不会收到什么存证信函吧？不知道。主持到收到来宾存证信函吗？你跟粉丝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短暂的粉丝和长久的粉丝，短暂的粉丝就可能会被你一时的这个照片吸引了，就是颜值粉，或者是被你一时的作品吸引了，他们可能是作品粉。那还有一些是被你性格吸引的，或者是看到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这种性格粉。那我其实希望我会有更多的性格上面的粉丝，所以因为我会觉得这是可以去经营下去的一种关系。你要喜欢我一天，对于我没有任何用处，可能只是造成一时的热度，还会让我膨胀。我希望跟粉丝之间都是可以成为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只喜欢你，而是我觉得他们因为喜欢你之后，结识了很多喜欢你的人，或者结识了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他们相识了，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而不是单纯是因为我。所以如果有一天粉丝减少了，我会经营的，好好经营的。他们可以接近你到什么程度？就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人，都是平常人，我可以聊聊家常，这样子可以一起打个扑克，打个斗地主。你有跟粉丝玩过斗地主？希望以后变成这样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希望的。好，我请问你啊，今天母亲大人光临，所以人家送的东西，我看你是没有胆子要让人家去掉吧？而且刚刚郑爽都已经发表了那一番就是很感人，要告你的言论吗？所以是很珍惜妈妈的心意这类的话。所以去或者留呢？人生大事的话可以用啊，妈妈就希望她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耶！留下哈 ，OK， 好。现在呢，就到了咸鱼擦亮时刻，请郑爽以及这些物品要道别了，让他们在其他的地方焕发新的价值。来，我们把车推过来喽。郑爽，你要跟他们说什么？这是一个伤感的片段吗？不是吧？随便你啊，如果你觉得他们走得很好的话，不用说什么吧。祝你们找到好的买家。OK， 好，所以你们要加油哦。都听你的。本期节目中所有艺人物品都可在闲鱼 APP 找到，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今天非常谢谢妈妈，也大驾光临，我们感到很荣幸。然后郑爽告诉我们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在这边也希望你不要告我，好不好？怎么可能？那我们就下一次
花花万物再见喽，拜拜，拜拜。